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大叔，今天给大家带来 GB 平台的《忍者龙剑传：决战摩天楼》。友情提示一下，这款游戏的画面就是黑白的，不是大家的屏幕坏。应该有小伙伴小的时候在 GB 的掌机平台上玩过这款游戏，并且呢，发现这款游戏很多的元素非常像赤影战士，也就是水上魂斗罗。实际上，本作应该叫做赤影战士2代。它也是赤影战士开发商制作的，但是发行权却给了脱库摩。脱库摩在换皮之后，这款游戏就摇身一变，变成了忍者龙剑传。刚刚的那个扫地机器人打完了，它是会着火的。如果速通的话呢，一般会选择跳过去。有了以上的历史故事，大家就会明白为什么小的时候从来也没有玩过赤影战士的2代，因为赤影战士已经完全的融入了忍龙系列，并且跟随着忍龙系列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这款游戏的难度并不算高，这种难度是相对于红白机的忍龙3部曲而言的。好，现在咱们来打第一关的 BOSS。我刚刚放了一个掌心的火，本作的忍术只有这一种。BOSS 因为走位的原因，有的时候会一记掌心火打他2下，但是呢，忍术更大的作用还在于清兵。打这个 BOSS 技巧就是不要乱动，否则他会来回跳来跳去的，你想跟他拼命都用不出力气。好了，第2关，每次过关之后还给了一个特写。虽然发行在了 Game Boy 的掌机平台，但本作的制作上还是比较良心的。N 社的游戏嘛，大家心里都有数。第2关，忍术的最大值就是5个，其他的操作就是跳跃、挥砍了。本作还没有刀光。有一个特别的操作是向上放出锁链，然后挂在上面的棚顶。这个操作你听起来就很不忍龙，它听起来就是水上魂斗罗系列，所以说本作确实就是一个换皮。左边的这个宝箱里是血量，咱们就不拿了。现在是一个满血的状态，就是这个操作，使用忍术呢是按上按攻击键，使用锁链是按上按跳跃键。这种组合键位是因为 GB 的掌机它的按键就那么2个 A 和 B， 所以说只能采取这种方式。咱们现在是2条命，本作也是有奖命的，但是这个奖命实在是太难拿了，基本上就是个陷阱。到了那个地方再给大家演示一下，挺冒险的。掌心的火非常好用，清兵。所以说打 BOSS 的时候我就很少用了，一般都是在流程当中打这些杂兵就用掉了。有些杂兵的样子你还能够找到赤影战士的影子。又吃到一个忍术，刚刚那个宝箱也是血量。这是本关最后一个场景了吧？出现了一个拿盾牌的敌人，这个敌人拿盾牌的时候你砍不死他。这是传送带，大家想没想起来水上魂斗罗的4关2，那里就有传送带。刚刚开枪这个小兵看起来也非常像赤影战士的敌人。又一个忍术拿着吧，它对于攻关还是有很大的作用，让你走位方面也非常顺利。
你看隼龙这个移动速度就不快，游戏的节奏也不如红白机版流畅，所以说难度感觉也稍低。BOSS 战了，这个 BOSS 很有特点，它是一大一小，大的比较强壮，小的呢很灵活。小的最大的作用就是抱住你的大腿，减慢你的移动速度。像这种 BOSS 组合呢，很容易让人想起恶魔城、科学怪人领着僵尸男，或者呢是护羽旅兄弟悠悠白书的。鳄鱼先生里边的第6关也有类似的组合。另外我还想到一个绝的，就是刚练的爱德华和阿尔方斯兄弟，这个真的像。不知道我这么说爱德华会不会生气啊？小豆丁。好的，过关。游戏的流程只有5关，咱们已经完成了40%了。速通的话，这款游戏也就不到15分钟就通关了。第3关的 BGM 就不用我提醒了，系列的铁粉都听出来了。先烈之龙。本关开始出现新类型的敌人，这种喷火器的喷火是360度的，而且不停，需要找死角来躲一下。下面这是个小的血瓶，吃到了呢会有短暂的无敌。到这儿把自己勾起来，这个画面就很诡异。你听着先烈之龙，但是呢隼龙掏出了锁链，这又很赤影战士，感觉有点魔幻。这种移动的平台看起来也非常的赤影战士。下方这个机器太讨厌了，它扔的炸弹可以飞起来，这个要看你的位置。抓住这个铁钩，这里是自动的。大家注意左边的这个场景，让我想起了赤影战士的4关1，有那个感觉。地面这个东西有电，不能碰，而且它能够穿越障碍物。快到 BOSS 战了，又是扫地机器人，打爆了。这里要踩着它。放一发，你看他的炸弹这次就扔下来了，因为咱们是在下方的。这里是个奖命，但是呢最好不要吃，太危险了啊！看这个东西啊，差一点儿，给了个大血瓶，给大血瓶其实没有用，这东西是秒杀的。好，本关的 BOSS， 这个 BOSS 我觉得是本作最好对付的 BOSS 之一了。其他的 BOSS 要么来回跳，要么能飞起来，要么能攀住天花板，但这个 BOSS 非常老实，他只在地上跑，所以说我就决定和他拼命了。能够拼命的 BOSS 不是很多，一般你都要去追他或者等待机会。这个 BOSS 让我想起了特摄指令的第1关的 BOSS， 也是拿着一把枪。第4关游戏就开始有难度了，玩起来要讲究一点节奏。像这种忍者呢，你看他到天花板之后就扔出大量的手里剑，比较难躲。所以说要么你提前干掉他，要么你跑过去不理他。
两个一起打还是比较划算的。这里我如果刚才跑过去了，就省了一发忍术。关灯杀这个元素非常忍龙，大家玩忍龙2代的话，红白机版有一关就是关灯的，而且地面有很多的坑，还有很多敌人。但是到了 GB 版本呢，就比较简单了，地上没有坑。本作几乎地上是没有坑的，你不用担心跳跃方面给你带来困扰。这里等一波就可以了，下面有一个忍术，捡着吧，其他的都是血瓶了。这里呢又有很忍龙的元素，下面应该是岩浆，但是画面是黑白的，所以咱们看不出它的颜色。如果有颜色，它就是红的。这个地方有点难度，需要一点点背板。比如说这里需要等一波，如果你着急上去的话，肯定会被激光击中的。跳跃的元素基本上都是往上赶路，没有什么跳坑的啊。这个别吃了，上来了。第4关的 BOSS， 大家注意背景这艘船，这艘大轮船，像不像赤影战士1关1最后打小 BOSS 那个地方？第4关的 BOSS 就这么2招，下来之后用扇子打你，先是上路，再是下路，或者呢在空中使用2次散装的手里剑。好，他已经挂了，太脆。我不是针对谁，我是说本作所有 BOSS 都是垃圾。第5关，也就是本作的最后一关了。大家注意听这个 BGM。红白机版忍龙3第4关的 BGM 天际线，经典啊！这种喷火的小兵最好远距离干掉它，或者利用一点高度差，否则它是非常难搞。攻击的间隔非常短，射了1次之后马上可以射第2次。这个真的是厉害，实名制谢幕啊！前方开始有激光枪了，这种激光可以一次性跳过去。它发射激光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干掉。哎，这个地方有一点恶心了，前面有一个盾。后面呢有一个输出，咱们躲起来。发射激光的这种东西也可以把它干掉，你要趁它射的时候，它的枪伸出来的时候，你砍它的枪的位置就可以了。有必要的话可以把这东西干掉。赶路呢容易一些，但这个方案听起来有点疼。好，向上的平台，这个平台又给我深深的赤影战士的感觉，尤其是4关3打 BOSS 之前
4关2最后，还有5关2最后，一个向上的卷轴那里。这种忍术我觉得没什么大用，攒满了也才5发。打最终 BOSS 的话用处不是很大，最终 BOSS 是2个形态。我已经攒了4发了，用一用吧。这是一个大的血瓶，捡满了所有资源之后，咱们就可以攻略最终 BOSS。最终 BOSS 的场景还有 BGM 都是赤影战士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2条龙盘在柱子上，另外还有这经典的 BGM。大家注意右方那个龙，看起来好像非常的爽，乐开花了一样。这是 BOSS 的第1形态。使用雷来劈你，这个雷就有一点像红白机的《魔鬼总动员》的最终 BOSS 的第1形态了。他劈的时候非常有节奏感，根据节奏来躲就可以了。如果他在你头上劈出来了，那就非常难躲。打完这波最终 BOSS 应该就变身了。最终 BOSS 的2形态建议和他拼命，因为咱们满血，拼着打就成了。躲的话其实挺麻烦的，时间会比较长。他发射这3个东西也有规律，中间、下路、上路。躲的话好躲，但我懒得躲了。OK， 这样把他干掉了。咱们呢看一眼通关画面，因为这个通关画面让我想起了除了赤影战士还有忍龙之外的一个游戏的元素，大家注意一下，注意屏幕的左侧，像不像恶魔城？特别像，不仅像，而且这个城堡还被拆迁了。德库拉伯爵点赞啊！那好吧，这样一款 GB 平台的《忍者龙剑传：决战摩天楼》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感谢大家收看，咱们下个游戏再见。